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一些美国专家经过研究认为呢，如果美国军队没有大规模的燃料补给船，那么对中国开战的话呢，他们就必败无疑。这些美国专家认为，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发生冲突，需要有那个横跨太平洋的美军的后勤补给舰队，为前方作战的美国军舰、飞机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些保障的要求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需求量非常大，因此燃料补给船就成为了今后能够打赢中美之间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无论是核动力航母作战群，还是军用飞机，甚至地面装备，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燃料补充。飞机有飞机需要的燃料，军舰有军舰需要的燃料。那么一旦开战，谁来给他提供这些相应的燃料补给？靠当地的军事基地，或者是他拥有驻军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恐怕都很难保证他们的燃料补充，特别是在海上活动的这些军舰，如果没有及时的燃料补充，那么基本上他们就成了废铁。今天要打赢中美战争，美国仍将结合军舰和商船的力量来维持后勤的补给，这就是美军这些专家的一个结论。但是呢，不幸的是，美军如今既没有二战时期规模惊人的海运能力，也没有能够大批量生产船舶的造船厂。我们知道，二战期间，美国依托它庞大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造出了大量的军舰和飞机，一年它可以造10万架飞机，几年之内造了150-160艘航空母舰，当然这里面包括比较简单的护航航母。那么这样的生产能力，当时来讲世界第一，没有人能够跟它比肩。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反转了，美国的造船能力已经大幅度的衰退，不要说造各种各样的支援保障船，就是它一线的作战舰只的建造能力也大大萎缩。它现在只有一个造船厂能够造航母，一个造船厂可以造核动力潜艇，另外呢还有几个稍微规模小一点的船厂可以造驱逐舰、护卫舰。民用船只的建造能力，美国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或者处于衰败状态。和中国相比，它在民船的建造方面差距现在是越拉越大。因此中国军舰现在可以像下饺子一样的建造，而美国的军舰就做不到这一点。你像最近他发布的2021财年的军购计划，他只能买8艘新军舰，而退役多少呢？要退役10几艘，入不敷出啊。他现在提出的未来几年军舰总数要达到350艘，这个计划呢，恐怕是很难实现了。造船工业的迅速衰落，也导致了它的支援保障船的建造能力呢大幅度降低。现在它到底有多少艘支援保障舰只呢？一共也就是37艘专业的补给舰，其中呢包括12艘干货补给舰和25艘舰队游船。那么这25艘舰队游船，它要满足12个航母编队的燃料补给，还要满足大量的在其他海域活动的军舰的燃料补给。而且这些舰队游船除了要能够搭载船用的油料以外，它还要装载战斗机和直升机所需要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油料。显然靠目前所有的这27艘专业补给舰很难满足它全球布局，或者是同时开展2场大规模的战争的需要。何况
这些专业的补给舰，航行速度比较低，体积比较庞大，往往会成为对方的重要目标。那么一旦和中国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前沿部署的美国海军舰队而言，每天将消耗大约15万吨的燃料，每个月呢将需要超过450万桶各种各样不同的燃料，这相当于每个月将有14艘满载的舰队游船抵达前沿，才能够维持它一支舰队的基本消耗。但是这些船既然会成为对方的重要目标，一旦被击沉一艘两艘，恐怕它部署在前沿的一些舰队基本上就会瘫痪，动弹不得了。美国海军的军事力量再强，一旦失去燃料补给，它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甚至呢，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会完全丧失作战能力。那些漂浮在海上的军舰就有可能成为活靶子了。那么这个前景应该说对美军来讲是非常惊人的。何况这些燃料补给船除了要给美国海军舰队提供燃料补充之外呢，它还需要给岸基的部队，比如说地面部队以及空军进行燃料供应。那么在一个机械化、信息化的战场上，你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满足前沿部队的这些需求呢？这是美军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也还是打后勤的战争。不管你的武器装备水平怎么先进，一旦后勤补给被切断，那么这场战争必败无疑。美国五角大楼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预计在中美大规模冲突中呢，美军仅燃料补给每个月就需要700万到800万桶，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一旦发生冲突，我们的战场主要还是在家门口。那么这些后勤保障相对来讲要比跨越太平洋所提供的这个保障要简单得多，路途近，岸基的补给基地多，因此在后勤补给方面呢，显然中国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应该说更具优势。因此一旦这几个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美军光是后勤保障的问题就成堆，它最终能否打赢和大国之间的空战、海战，这恐怕是不得不深入分析和考虑的一个问题。五角大楼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它的这个缺陷，这个恐怕是他们必须深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弥补这个缺陷不是1天2天就能够解决的。美国这些年每年花费几千万美元进行军队的建设，但是往往它有一些关键的节点考虑不周，后勤保障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那么现在它是否能够经过努力解决呢？恐怕很难，因为邮轮的建造、后勤补给舰只的建造不是1天2天就能够完成的，而按照美国造船业现在衰落的速度，恐怕近期内是无法满足美军后勤保障的需要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